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两岸婚恋差异的故事。很多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宝岛台湾水果王国这样的标签上，甚至有人觉得台湾经济不行，整体发展水平不如大陆。但实际上，台湾社会有其独特的发达之处，绝非我们想象中的穷。今天的故事就是关于一个大陆女孩嫁到台湾后，体会到两岸差异的真实经历。林雨晴27岁，是北京一家3甲医院的急诊科医生，从小受到白衣天使的影响，立志要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经过多年苦读和实践，她成为了急诊科的一把好手，被同事们称为急诊室的定海神针。病人心脏骤停，准备除颤器，血压74时，持续下降，立刻准备气管插管，这是雨晴的日常工作场景。面对生死时刻，她总能沉着冷静，迅速做出正确判断。她曾在10分钟内同时抢救3位危重病人，被院内誉为急诊天才少女。然而，人生的转折往往来得猝不及防。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二晚上，雨晴值夜班，一位醉酒的男性被送进急诊室，情况危急，雨晴立刻展开抢救，最终稳定了病情。后来她才知道，这位患者是市里某位领导的儿子，因为醉酒驾车出了事故。小林医生，这个病例报告你需要做一些修改。第二天，科室主任神色凝重地对他说。什么修改？雨晴疑惑不解。就是关于患者入院原因，不要写醉酒驾车，改成突发疾病，这不符合医疗规范啊。我不能这么做，雨晴坚决拒绝。你知道他是谁的儿子吗？主任压低声音。我不管他是谁的儿子，医德医风不容侵犯。雨晴的倔强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不出1周，他就被调离了急诊科，安排到了冷清的体检中心。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医院以他违反医院规定为由，要求他支付高达50万元的违约金才能解除合同。天哪，我为什么要承担这种后果？我又没做错什么。雨晴委屈到崩溃。身为医学院高材生，他曾立志要成为顶尖的急诊专家，如今却因坚持医德而被打入冷宫，这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离开医院后，雨晴只能到一家私人诊所打工，一边还债，一边重新规划人生。他渴望能重返大医院，继续他救死扶伤的使命，但现实却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高墙。意外的姻缘雨晴，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怎么样？他条件很好哦。闺蜜小飞神秘兮兮地说，我现在哪有心思谈恋爱啊，还有一堆债要还呢。雨晴苦笑道，正因为这样，你更需要一个能帮你的人啊。这个男生是台湾人，在医疗器械公司做高管，说不定能帮你重返医院呢。台湾人，算了吧，两地这么远，而且我对台湾一无所知。雨晴摆摆手，别这么快拒绝嘛，人家长得帅，有钱，还对医学很了解，最重要的是他很欣赏你的医术和坚持，听说了你的经历后，特别想认识你呢。在闺蜜的软磨硬泡下，雨晴终于答应了这次相亲。男方名叫陈志明，35岁，台北人，是一家知名医疗器械公司的副总，经常往返两岸处理业务。身高180，长相斯文，说话温柔有礼，完全符合雨晴对另一半的期待。第一次见面，志明就展现出对雨晴专业的尊重。林医生的经历我都听说了，坚持医德，不畏强权，真的很令人敬佩。哪里，现在我只是个小诊所的医生罢了。雨晴有些不好意思。在我看来，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头衔，而在于内心的坚持。你依然是那个救死扶伤的好医生，志明真诚地说。这句话触动了雨晴的心弦。在之后的约会中，志明不仅带他参观了自己公司的最新医疗设备，还主动提出愿意帮他联系台湾的医院。台湾的医疗系统和大陆有些不同，但以你的能力，一定能很快适应。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联系长庚医院或台大医院。真的吗？那太好了，雨晴眼前一亮。短短3个月，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志明的体贴、理解和对雨晴职业的支持，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而台湾发达的医疗体系和相对公平的就业环境，也让雨晴看到了职业发展的新可能。
雨晴，我知道这有点突然，但我想邀请你去台湾生活。我们可以先办理结婚，然后你就能以配偶身份在台湾工作和生活了。在一次烛光晚餐上，志明认真地提出了这个建议。这么快就结婚？雨晴有些犹豫。我了解你的顾虑，但我们可以先去台湾生活一段时间，你看看适不适应。如果你喜欢那边的环境，我们就在台湾安家。如果不喜欢，我们还可以回大陆发展。志明的提议听起来很合理，经过反复思考，雨晴决定接受志明的求婚。一是被他的真诚打动，二是看到了在台湾重启医生生涯的希望，三是他实在无力偿还那笔巨额违约金，急需一个转机。婚礼简单而温馨，只邀请了双方的家人和几位密友。志明的父母专程从台湾赶来，看起来和蔼可亲，对这位大陆媳妇也很是喜欢。雨晴啊，以后来台湾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尽管说，不要客气。志明的妈妈拉着雨晴的手，温柔地说：“谢谢阿姨，我会努力适应的。”雨晴感动地点点头。婚后，雨晴收拾行囊，跟随志明前往台湾开始新生活。临行前，他满怀期待，台湾的医院一定很先进吧？我终于可以重新开始我的医生生涯了。初到宝岛，美好与不适，飞机降落在桃园国际机场，雨晴正式踏上了这片期待已久的土地。哇，台北真的好美啊！从机场驶向市区的途中，雨晴不停地拍照发朋友圈。台北的确漂亮，街道整洁，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完全符合雨晴对宝岛的想象。志明带他住进了位于信义区的一套公寓，虽然面积不大，但装修精致，窗外就能看到台北101大楼。这房子至少得几百万人民币吧？雨晴好奇地问。差不多1000多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大约300多万。志明回答，才300多万，在北京这样的地段和视野，至少得1000万起步啊。雨晴惊讶道，哈哈，台北的房价虽然也不便宜，但和北京一线城区比还是有差距的。不过台北生活品质很高，你慢慢就会体会到了。接下来的几天，志明带着雨晴游览了台北的各个景点，故宫博物院、阳明山、西门町。9份雨晴像个好奇的孩子，对一切充满新鲜感。台湾的交通真的好方便啊，捷运站到处都是，而且车厢里安静整洁，大家都自觉排队。雨晴感叹道，是啊，这里的公共秩序很好，大家都很自律。志明笑着回应。雨晴也注意到了一些文化差异，比如台湾人说话总是带着ai拉杯等语气词，听起来很可爱。他们称呼长辈用阿姨阿伯而不是阿姨叔叔。吃饭时喜欢说好吃到爆炸厉害了这样的夸张表达。最让雨晴惊讶的是，台湾人的生活节奏明显比北京慢很多。大家都不赶时间的吗？在一家咖啡厅，雨晴看着周围悠闲的顾客，有些不习惯。台湾人很注重生活品质，工作之余一定要有自己的时间。志明解释道，这里的人虽然工作也很努力，但更懂得享受生活。然而，美好的蜜月期过后，现实问题开始浮现。首先是语言障碍，虽然同为中文，但台湾用的是繁体字，很多专业术语和日常用语都和大陆有差异。雨晴发现自己看病历时常常需要查字典，有时甚至闹出笑话。志明，药房在哪里啊？我想买点感冒药。你是说药局吧？在前面转角处。药局，我们那叫药店或药房，台湾这边叫药局，医院的药剂部门叫药剂科。类似的词汇差异还有很多。大陆的输液在台湾叫打点滴， CT 叫电脑断层，护士叫护理师，其次是职业认证问题。雨晴以为凭借自己在3甲医院的工作经验，可以直接在台湾的医院就职。但事实是，他需要通过台湾的医师资格考试才能执业，而考试全部是繁体中文，还包含台湾当地的医疗法规和制度。这下麻烦了，我要从头学起。雨晴愁眉不展，别担心，你可以先以研究人员身份进入医院，熟悉环境后再准备考试。志明安慰他。在志明的帮助下，雨晴确实获得了台北一家医院研究部门的职位，但工作内容主要是整理资料和协助研究，完全发挥不了他在急诊室的专长。更重要的是，雨晴开始感受到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日常冲突，水土不服的开始婚后生活并非想象中的美好。
随着蜜月期结束，两人之间的文化差异逐渐显现。首先是饮食习惯，雨晴喜欢重口味，尤其爱吃麻辣火锅和各种辛辣食物，而志明和他的家人则偏好清淡的台式料理，强调食材的原味。这菜也太淡了吧，连盐都没放够。雨晴经常这样抱怨，台湾人注重健康饮食，少油少盐，你慢慢会习惯的。志明耐心解释，可雨晴实在吃不惯，经常偷偷点外卖或者自己做菜加料。有一次，他做了一桌川菜招待来访的公婆，结果老两口几乎没怎么动筷子。不好意思啊，我们吃不了辣，婆婆尴尬地说。雨晴满心失落，我特意做的拿手菜，结果却没人欣赏。其次是生活习惯的差异，雨晴习惯晚睡晚起，而志明的家人则奉行早睡早起身体好的理念，常常7点就起床活动了，都9点多了还在睡，太阳都晒屁股了。有次婆婆来访，看到雨晴还在睡觉，忍不住念叨，妈，雨晴昨晚工作到很晚。志明赶紧为妻子解围，年轻人要有规律的作息，不然老了身体会吃不消的。婆婆继续说教，雨晴心里很不舒服，我又不是小孩子，凭什么要按别人的作息来安排自己？最让雨晴受不了的是台湾社会处处体现的礼貌至上文化。在大陆，特别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人们说话直接，办事效率为先。而在台湾，即使是简单的购物，店员也要寒暄好一阵子。小姐今天气色很好呢，是来找什么特别的商品吗？不用了，我就随便看看，没关系的，您慢慢看，有需要随时告诉我哦。开始雨晴还觉得新鲜，久而久之就感到厌烦，干嘛这么多废话，直接说正事不行吗？志明则认为这是基本礼貌，多说几句客气话会让人感觉温暖啊。两人的价值观差异也在日常小事中不断显现。雨晴认为时间就是金钱，做事效率至上，而志明则崇尚慢生活，认为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你能不能快一点？我们要迟到了。出门前，雨晴经常这样催促志明，急什么？晚几分钟没关系，保持好心情更重要。志明总是慢悠悠的回应，这种节奏的不协调让雨晴常常感到焦虑和不耐烦。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志明家的一次家庭聚会上。按照台湾传统，家族长辈会轮流发表对新人的期许，然后新人需要一一回应感谢。这个过程在雨晴看来极其繁琐和形式化。谢谢长辈们的关心，我会好好照顾志明的。他简短的说完就坐下了，现场气氛顿时有些尴尬。志明的姑姑悄悄对旁边的人说，大陆姑娘就是不懂礼数。这句话恰好被雨晴听到，她当场就红了眼眶。回家路上，雨晴忍不住发作，你们台湾人的规矩也太多了吧，句句都要说得漂亮，面面俱到，累不累啊？这是对长辈的尊重，也是我们家族的传统。志明有些生气，你应该学着适应才对，为什么是我来适应你们，而不是你们尊重我的方式？雨晴反问。两人陷入冷战。这一刻，雨晴突然意识到，自己嫁到台湾后面临的不仅是生活环境的改变，更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冷战持续了3天，最终是志明先低头道歉，但这次冲突只是两岸文化差异的冰山一角，更大的挑战来自婆媳关系。志明的父母虽然表面上接受了这个大陆媳妇，但内心深处仍存在诸多疑虑和成见。在台湾传统家庭中，婆婆通常扮演着传统守护者的角色，而雨晴的独立自主、直来直去的性格显然与这种期待相去甚远。要不要我教你包台式粽子？马上就是端午节了。某个周末，婆婆主动提议，谢谢妈，但我们那边的粽子和你们不一样，我只会包北方的。雨晴委婉拒绝，没关系，我教你啊，做媳妇的要学会婆家的做法，这是基本的。婆婆坚持道。雨晴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什么我一定要学你们的？我的方式不好吗？但碍于面子，她还是勉强跟着学了。结果可想而知，雨晴包的粽子歪七扭八，完全不像样子。婆婆虽然嘴上说没关系，慢慢来，但眼神中的失望和轻视让雨晴感到深深的挫败。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周都会上演。婆婆教雨晴做卤肉饭，雨晴加了太多辣椒；婆婆教雨晴泡茶，雨晴嫌程序繁琐；婆婆教雨晴如何称呼台湾的亲戚，雨晴总是搞混。我说你这个媳妇怎么这样啊？
最基本的家务都不会，还自称是高知女性。一次，婆婆终于忍不住向儿子抱怨，志明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妈，雨晴是医生，她有自己的专业和长处，医生了不起啊，医生就不用做家务了。我看她就是懒，不想融入我们家。婆婆越说越激动，这些话传到雨晴耳中，她感到既委屈又愤怒。在北京时，她是备受尊敬的急诊医生，被称为救命天使。而在台湾，她却因为不会包粽子、不会煮卤肉饭，就被贴上不合格媳妇的标签。我到底是来当医生的，还是来当家庭主妇的？雨晴常常这样质问自己。更糟糕的是，志明在这些冲突中的表现越来越让雨晴失望。作为丈夫，他既不敢坚定地站在妻子一边，也不敢明确地指出母亲的不是，而是选择了和事佬的角色。你妈说的也有道理，你确实可以多学一些台湾的传统，妈只是太关心你了。她的出发点是好的，两边都退一步，大家就能和平相处了。这些看似公允的话语，在雨晴听来却是赤裸裸的偏袒和背叛。她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我嫁给的到底是一个独立的男人，还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妈宝？职场上的挫折更是雪上加霜。尽管在志明的帮助下找到了医院的工作，但雨晴很快发现自己只是个编外人员，处于医院正式体系的边缘。林医师，这些资料需要整理一下，明天交给我。研究部主任交给他一堆文件。好的，请问这是关于什么项目的资料？我可以参与研究吗？雨晴充满期待地问。目前你只需要负责整理就好，具体研究工作由正式人员来做。主任含糊其辞。雨晴的工作内容几乎就是个高级打杂，整理资料、翻译文献、安排会议，这与她在北京急诊室的风风火火、救死扶伤简直是天壤之别。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医院里的同事虽然表面客气，但很少真正接纳她。午餐时间，大家都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聊天，只有她独自一人。医院组织的活动常常忘记通知她，遇到紧急病例，从来没人想到请教她的意见。他们是不是瞧不起大陆医生？雨晴忍不住向志明抱怨。别多想，可能是你刚来不久，大家还不熟悉。志明宽慰他，但雨晴知道不仅仅是这样。有一次，他无意中听到几个同事的私下谈话，那个大陆来的林医师，听说在大陆是什么急诊专家，真的假的啊？谁知道呢？大陆那边的头衔水分很大的啦。可能就是靠关系进来的吧。听说她嫁给了医疗器械公司的陈副总，难怪能进我们医院。这些话如同刀子般刺痛了雨晴的心。在大陆，她靠的是实力和专业赢得尊重，而在台湾，她却沦为靠关系的大陆媳妇。最令雨晴崩溃的是一次急诊室的偶然机会。那天她路过急诊部，恰好遇到一位患者突发心脏骤停。凭借多年经验，雨晴立刻判断出常规急救可能无效，需要特殊处理。让我来试试。她冲上前主动请缨。不用了，我们有自己的程序。急诊室主任冷淡的回绝。最终，在常规抢救无效后，患者被宣告死亡。雨晴心如刀绞，如果让她试一试，或许结果会不一样。她忍不住在医生办公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刚才那位患者可能是肺栓塞导致的心脏骤停，如果用溶栓治疗可能会有效。林医师，我们了解你的热心，但这里是台湾，我们有自己的诊疗规范和流程。急诊室主任打断他，而且你现在的岗位是在研究部，不是在急诊科。这番话彻底浇灭了雨晴的热情。是啊，他来台湾不是为了当一个边缘人，而是希望能发挥所长，继续他挽救生命的使命。可现实却是，他的专业无处施展，他的热情无人理解。回到家，雨晴放声大哭，我到底为什么要来台湾？为了爱情放弃事业，值得吗？志明手足无措，再给一些时间，会好起来的。但雨晴已经不再相信这样的安慰了。除了文化冲突和职场挫折，经济问题也成为压垮雨晴的稻草。在北京，雨晴虽然不是富豪，但作为三甲医院的医生，收入颇为可观，生活无忧。而来到台湾后，他的收入锐减，几乎只有在北京时的1/3。这工资也太低了吧，才2万多新台币。拿到第1个月工资时，雨晴惊讶不已。你现在只是研究助理，等你通过医师资格考试，工资会提高的。志明解释道。
但医师资格考试谈何容易，雨晴需要重新学习台湾的医疗体系、法规，还要适应繁体中文的专业术语，短期内通过考试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而今更大的问题是，雨晴在大陆的违约金仍未解决。志明，我还欠医院50万违约金，再不解决就要起诉我了。一天晚上，雨晴忍不住提起这件事。50万人民币，这么多？志明吃惊地问。是啊，当初就是因为这个，我才。雨晴没有说完，但意思很明显，正是经济压力让他匆忙接受了婚姻。志明沉默良久，最后说，我现在手头也不宽裕，公司最近效益不好，我自己也有房贷要还。雨晴心凉了半截，你的意思是，你帮不了我，我可以先借你一部分，但50万实在太多了。志明为难地说。这一刻，雨晴才意识到自己对志明的经济状况有多少误解。在恋爱时，他总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出手阔绰，带他去高档餐厅，买名牌礼物。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志明是个有钱人，可以轻松解决他的经济困境。然而事实是，志明虽然是医疗器械公司的副总，但收入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高。台湾的薪资水平普遍不如北京一线城市，而且志明还有房贷、车贷要还，家庭负担不小。其实我当初也是有私心的。一天晚上，志明坦白道，公司要我拓展大陆市场，而你在医疗系统有人脉，我想或许你能帮上忙。这番话如同晴天霹雳，雨晴彻底崩溃了。所以你娶我是看中我的人脉资源？不是这样的，我是真心喜欢你，但工作和生活难道不能兼顾吗？志明辩解道。雨晴不再说话，她感到自己仿佛掉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她为爱情放弃了事业，却换来了一个充满算计的婚姻。随着在台湾生活时间的延长，雨晴越来越思念家乡。每当看到朋友圈里北京同事们忙碌充实的工作照片，她就会黯然泪下。尤其是当她得知她曾经工作的医院有了全新的急诊抢救系统，引进了最先进的设备，而她曾是该项目的核心成员之一。如今这一切都与她无关了。要是我还在北京，现在应该已经是急诊科副主任了吧？雨晴常常这样想，思乡之情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每当吃到一碗冒着热气的北京炸酱面，她就会想起家乡的味道。每当听到熟悉的北京话，她就会不由自主地靠近，渴望加入对话。每当春节来临，看着台湾人过年的方式，她就会怀念北京家中的热闹和温馨。台湾的春节好安静啊，都不放鞭炮的吗？第一年过年时，雨晴有些失落。台湾禁放鞭炮很多年了，为了环保和安全，志明解释道。那大家怎么感受过年的氛围啊？没有鞭炮声，哪有年味？这种文化上的距离感，让雨晴愈发怀念家乡。她开始频繁地和北京的朋友视频聊天，关注大陆的新闻动态，甚至在台北找到了一家专卖北京特产的小店，成为常客。志明对此很是担忧，你都来台湾1年多了，还是这么念旧，会不会影响融入啊？我只是想家了，有什么不对吗？雨晴反问。当然没什么不对，但你现在的家是在台湾啊。志明说这话时，语气中带着一丝责备。这句话触动了雨晴心中最敏感的神经。什么才是家？是出生长大的地方，还是现在和丈夫一起生活的地方？是文化和价值观相近的环境，还是因为婚姻而必须接受的全新世界？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我想说的是，两岸婚姻固然面临许多挑战，但只要双方都愿意敞开心扉，相互尊重，共同成长，一定能够构建幸福美满的家庭。希望雨晴和志明的故事能给正在经历类似挑战的朋友们一些启示和力量。记得关注我的频道，下期我会为大家带来另一个动人的婚恋故事。我是丽姐，感谢收听，咱们下次再见。